10月15号至16号，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本次会议，并对巴基斯坦进行正式访问。两国发布联合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升级版，加快推进包括瓜达尔港在内的重大项目建设。此外，巴方对在巴中方人员近期遭恐袭遇难表达深切哀悼。 承诺将全力吉凶反恐，强化安全措施。应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于10月14号至17号对巴基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23次会议。 此访是国务院总理时隔11年再次访问巴基斯坦，也实现两国总理年内互访。访问期间，李强总理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会谈，会见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 巴基斯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陆海空三军参谋长拜会李强总理，双方就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在16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李强总理此访主要取得3方面积极成果：一是巩固中巴全天候友谊；二是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三是保障安全合作环境。 巴方对中方人员近期遭遇恐袭遇难表达了深切的哀悼，承诺将全力击凶反恐，强化安全措施，全面保障在巴基斯坦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 16号，中国和巴基斯坦发布联合声明，共有30条，其中不少涉及具体合作项目。其中第9条重申，将按照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项目，以分阶段推进项目模式，先行建设卡拉奇至海德拉巴段。 中巴铁路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旗舰项目。目前，中巴经济走廊已走过第1阶段，主要解决了巴基斯坦的关键基础设施问题。现在已进入第2阶段，其中的关键项目就是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的升级改造。 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全长1726公里，纵贯巴基斯坦南北，通过中国新疆喀什与中国铁路网相连接。升级后，这条铁路将从卡拉奇延伸至白沙瓦。 卡拉奇是巴基斯坦乃至南亚地区的最大城市和港口之一，而白沙瓦位于阿富汗喀布尔和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中间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该段铁路的建成对于打通阿富汗到沿海地区的贸易通道具有重要意义，也意味着地区的互联互通升级。值得一提的是，阿富汗战略位置重要，已经有多条国际铁路项目已经建成或正在论证。 外界还注意到，中巴联合声明还提到了瓜达尔港，强调其地区互联互通重要节点的地位，重申将继续加快推进瓜达尔港配套设施建设。李强总理此访期间还与巴方领导人共同出席瓜达尔新国际机场项目竣工仪式。值得一提的是，6月下旬，巴基斯坦瓜达尔新国际机场项目培训班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为新机场工作的巴方管理者进行岗前培训。 这也是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的常规运作方式。此前，在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项目中已经多次实施，缩短了这些项目产生经济效益的周期。 在巴中方人员的安全也是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14号，李强总理会见巴基斯坦参联会主席萨希尔、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等。巴方表示，深化巴中铁杆友谊是巴基斯坦社会各界的高度共识。巴军方将为推进两国友好合作事业贡献力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在巴中方人员、机构、项目安全。 巴基斯坦就是它受到这个整个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安全形势，当然这是必须的，因为只有安全形势
比较稳定的形势下，才能大力的发展经济。此外，16号上午，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23次会议在伊斯兰堡召开，各成员国在发言后共同签署一系列文件。分析指出，在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下，这次上合会议有着特殊的意义。截至今年7月4号，上合组织从最初的6个成员国发展到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14个对话伙伴，发展成为全球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上合会议也是巴基斯坦多年来第一次主办重要区域会议，其中印度外长苏杰生也罕见访问巴基斯坦，成为国际舆论报道的热点之一。据当地媒体报道，上一次有印度外长访问巴基斯坦还是在2015年，也就是9年前。近年来，事实上拥核的印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导致高层交往陷入停滞。这次印度外长访问巴基斯坦可被视为上合组织框架下的一次破冰之旅，对增进双方对话了解有着积极意义，也有助地区安全局势降温。这次呢，应该说是双方有一个缓和关系，能够有一个对话合作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上合其实它在这个解决国家争端上是有它的优势和它的历史传统的。随着美国11月5号大选正式投票日临近，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继续发力，举行多场竞选活动造势拉票。而关键摇摆州佐治亚州15号开始提前投票。当地官员表示，此次提前现场投票的总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佐治亚州负责选举工作的官员加布里埃尔·斯特林说，截至当地时间15号下午4点，至少有25.2万名选民在提前投票点投了票，与2020年大选参加第一天提前投票的13.6万人相比，多出近1倍。据了解，佐治亚州是允许选民在美国大选前提前现场投票的关键摇摆州之一。据报道，提前投票，无论是现场投票还是邮寄选票，都在美国选民中越来越受欢迎。佛罗里达大学选举实验室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的大选日之前，有将近1/7的选民提前投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全美已有550万人完成投票。今年的美国大选将于11月5号正式投票，现在正处于最后冲刺阶段。互为竞争对手的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继续火力全开，举行多场竞选活动，出现在多个公开场合造势拉票。14号晚，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竞选活动，然而演讲却因2次室内医疗紧急情况而长时间中断。为了活跃气氛，特朗普索性放弃了音乐，将竞选集会变成了一场即兴音乐会。他还跳了将近40分钟的舞。Let me hear that music, please. Everyone, let's thank President Trump. Nice and loud. God bless you. Let's send President Trump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Thank you, everyone. Thank you, everyone. 而哈里斯则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竞选活动中造势了，他甚至踏入敌方阵营，去到支持特朗普的电视台福克斯新闻接受采访。据报道，整个采访过程火花四溅，甚至没有缓冲阶段，主持人从头到尾都在犀利提问，场面堪比电视辩论。How many illegal immigrants would you estimate your administration has released into the country over the last 3.5 years? Well, I'm glad you raised the issue of immigration because I agree with you. It is a topic of discussion that people want to rightly have. And you know what I'm going to talk about. Yeah, but right do you, now, just a number. Do you think it's 1 million, 3 million? Brett, let's just get to the point. So your Homeland Security Secretary said that 85% of apprehensions. I'm not finished. We have it's a rough estimate of 6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released into the country. And let me just finish. I'll get to the question. I promise you. I was beginning to answer. And 节目中途，哈里斯明显生气了，他再次提及此前特朗普说美国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内部的敌人的言论，而主持人播放了一段特朗普自圆其说的短片。And this is how he responded. I heard about that. They were saying I was like threatening. I'm not threatening anybody. They're the ones doing the threatening.
when he's speaking about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not what you just showed. Well, he was asked about that specific... No, that's not what you just showed. In all fairness and respect to you, that was the question that we asked him. He didn't show that, and here's the bottom line. He has repeated it many times, and you and I both know that. And you and I both know that he has talked about tur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 on the American peopl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ould be willing to be able to handle criticism without saying he'd lock people up for doing it. 事实上，线上战场远比线下竞选活动更难应付。哈里斯与福克斯新闻的交锋还在火热，因为大众认为整个美国政府都是个笑话，而大家已经受够了这个病态的、悲伤的、漫长的笑话。方面，特朗普近期的一番表态也引发关注。当被问及自2021年卸任后是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交谈过，特朗普拒绝正面回答。Well, I don't comment on that, but I will tell you that if I did, it's a smart thing. If I'm friendly with people, if I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in terms of a country. 美国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在一本新书中透露，根据特朗普助理提供的信息，特朗普曾与普京多次通电话。自特朗普2021年离开白宫后，两人通话可能多达7次。然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很快否认了该消息。16号，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任内第3份施政报告，主题为“齐改革同发展，惠民生建未来”。报告不仅回应香港民生关切的住房和医疗问题，也发布措施巩固提升香港作为世界第3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粉碎西方媒体唱衰论。香港资本市场近期十分活跃，今年特区政府施政报告也备受各界关注。我注意到，行政长官李家超这次的宣读时间为151分钟，是他任内3份施政报告中时间最短的一次。内容方面继续延续务实风格。2022年有150段，去年有171段，今年则大幅增加到228段，是李家超任内最多的，比去年增加了33%，显示政策不断细化。梳理关键词，改革、经济、贸易是重点。内地观众熟悉的新质生产力、低空经济等词汇首次出现在报告里，显示了香港与国家的同频共振。此外，熊猫也出现在报告中，与游艇、赛马共同组成了无处不旅游的主题。我下午也采访了多位特区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他们普遍认为，共建一个方便、高效、有活力、有魅力的香港是大家的共同心愿。香港各界将携手努力，不负国家和同胞们对香港的厚爱。施政报告涵盖8大主题，關注香港金融、社會、民生、科技等層面。一國兩制嘅制度優勢不勝枚舉。香港喺應對疫情時、克服經濟困難時、尋找發展機遇時，中央始終關心香港，並出台多項惠港措施，從多方面支持香港嘅長期繁榮穩定。去年特区政府成立解决劏房问题工作组，今年的施政报告进一步跟进，指出未来将以立法方式制定劏房的出租制度，核标单位将名为简朴房，面积不少于8平方米，必须有窗及独立厕所。不合规的劏房必须改建成合标准的简朴房，否则出租业主需要负刑事责任。在公营房屋方面，施政报告提出，未来5年总体供应量将达18.9万个单位，较本届政府上任时增加约80%。公屋轮候时间可由高峰期6年，从明年起降为4年半。近期，中央政府密集释放实质性提振经济措施，香港市场获得大量活水，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越发巩固，股市大涨。国庆假期，港股市场连续飘红，多只股票涨超100%，显示大量长期海外资金进场。施政报告提出，将致力落实追踪香港股票指数的交易所买卖基金及 ETF 在中东上市。此外，还将优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积极商讨为券商通扩容，并推动内地大型企业赴港上市等措施，短期内实现更多标志性公开招股，也就是 IPO。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3季度香港市场 IPO 规模位居全球前列，一级市场股权融
资总金额为1168亿港元，较去年同期上升23.58%。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热点区域多场热战正在持续。今天上午10点，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情况。当前，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指导各地迅速行动，抓存量政策落实，抓增量政策出台，打出一套组合拳，推动市场止跌回稳。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介绍，组合拳概括起来就是4个取消、4个降低、2个增加。4个取消就是调整或取消各类购房的限制性措施，主要包括取消限购、取消限售、取消限价、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4个降低就是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降低住房贷款的首付比例，降低存量贷款利率，降低卖旧买新换购住房的税费负担。2个增加，一是通过货币化安置等方式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2是年底前将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增加到4万亿。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要将所有房地产合格项目都争取纳入白名单，应进尽进，应贷尽贷，满足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可以说，相关政策发布以来，政策的效果已开始显现，房地产的开发投资、新建商品房销售等主要指标降幅继续收窄，特别是9月底以来，一手房的看房量、到访量、签约量明显增加，二手房的交易量持续上升，市场出现了积极的变化。针对支持房地产项目融资、加大白名单项目贷款投放力度的问题，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肖元奇表示，经过相关部门的认真研究，把商品住房的房地产开发贷款项目全部纳入白名单的条件已经具备。今后符合白名单标准条件的房地产项目，均应该按照白名单管理，做到应进尽进。截止到10月16日，就是昨天，我们统计白名单房地产项目已审批通过的贷款已经达到2.23万亿元，2.23万亿元。截止到昨天，预计到2024年底，白名单项目贷款审批通过金额将翻倍，超过4万亿元。刚才倪部长也讲了这个，超过4万亿元。为做好房地产项目融资，保障房屋建成交付，我们还会进一步优化完善房地产白名单项目融资机制，做到合格项目应进尽进，以审贷款，就是已审批的贷款，以审贷款，应贷尽贷，资金拨付能早尽早。财政部部长助理宋其超回答了深圳卫视驻京记者的提问。财政部此前通报了通过专项债支持土地储备以及收购存量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的政策，请问有哪些细化政策和考虑？在具体操作上呢，关于专项债用于土地储备，主要是支持各地结合实际情况，与存量土地的业主企业合理的确定收购价格，妥善处理回收存量土地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合理确定专项债券项目内容和地块范围，同时呢，及时安排这个债券的发行和支出，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债权资金的使用效益。关于支持地方用好专项债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那么这项政策呢，主要是由地方自主决策、自愿实施，遵循法治化原则，按照市场化来运作。在确保项目融资收益平衡的基础上，地方可安排专项债券来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那么这一政策呢，将与其他
相关的支持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拓宽地方的资金来源渠道，既可以有效消化存量，促进供需平衡，也有利于优化增量，多渠道来筹集保障性住房。针对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是否会放松所有的购房限制，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回应称，从去年开始已经充分赋予了各个城市房地产调控自主权，城市政府会根据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房地产现状自主决策。4个一线城市呢，在9月底调整了他们的调控措施，不完全一样。北京、上海，它叫放宽了限购的条件，广州是全部取消，深圳呢，它叫部分取消，所以这也充分体现了各个城市因城施策，自主决策，一城一策。在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改造方面，倪虹部长介绍，随着城市发展进程，新房子会变成老房子，有的老房子会变成危房，这种需求是存在的。它的有利的地方就是说，首先是对群众，货币化的安置可以更好的满足群众这个自主选择这个房型地点这些要求。第二呢，直接搬入新居，同时呢，对于城市来讲，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居住环境完善城市功能。在当前呢这个房地产供需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也有利于消化存量的商品房。近期一揽子增量政策陆续出台，楼市呈现出明显的回暖迹象。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后续大招备受关注。我注意到，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住建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有关负责人组团出席。高规格的配置不仅彰显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重视，更增强了购房者和开发商们的信心。发布会上介绍的土地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具体动作，释放了稳地产的强烈信号。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安全性和稳定环境凸显，黄金进出口量居全球前列。施政报告提出构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推动构建国际级黄金仓储设施，拓展用家及投资者在香港存放和交割实金，带动抵押和借用等衍生金融服务，为金融业开创新增长点。有立法会议員看好這一增量措施，認為契合了香港所長。香港其實係個數量好大嘅，黃金嘅儲藏呢個買賣即係呢啲期貨各樣咧，仲有貴價金屬啦，呢啲係開拓我哋商品嘅市場，呢個功能咧係好重要。大宗商品例如金屬、礦產等，佔全球嘅航運交易量呢係1半以上嘅。施政報告提出會推出稅務優惠同埋配套，推動國際大宗商品交易所喺香港設立認可嘅倉庫等等，係建立呢一個生態圈，亦都同我哋建立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嘅目標係相輔相成嘅。施政報告提出，香港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位處深圳河兩側的河套深港創科園是深港兩地合作發展的創新科技研發基地。李家超指出，特區政府計劃把香港園區第一期總樓面面積倍增至100萬平方米，首批支柱產業租戶將在明年開始進駐。比如說我們的便捷通道，方便兩邊的，比如說白名單的人員是一個很快捷的在兩邊園區的過關，很多之前的政策方向開始具體化，然後去朝落地的方向去推動了。北部都會區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深圳與北部都會區一河之隔。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將在北部都會區的牛潭尾預留土地，推出北都大學教育城、第3所醫學院和綜合醫教研醫院的發展。有香港議員認為，該區域發展有利於推動深港之間的互聯互通。
而家我哋嗰個跨境嗰個教育啦，咁我哋而家仲有一個跨境學童啊，咁未來無論喺人才方面、喺教育方面啊，無論喺國際化方面呢，都係一個好大嗰個利好嘅消息嚟嘅。施政報告呢係提出咗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並且係打造留學香港呢個品牌。透過呢係獎學金等等，係吸引呢更多嘅境外特別係東盟同埋其他一帶一路國家嘅學生呢嚟香港係升學，全方位咁樣吸引世界各地嘅優秀人才。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以来访港旅客人数多次创新高，北上南下双向奔赴热潮持续。对此，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向中央政府提出进一步优化内地居民来港旅游签注的请求，包括恢复深圳1000多行个人游签注及扩大1周1行个人游签注政策试点城市范围等。16号起全面取消旅客提交抵港或离港申报表要求，让旅客出入境更加便捷。